心情不好的时候吃颗糖吧。谢谢。一颗就不够。迄今为止，厉阳的嫌疑还是最大，但不能就此下结论。我全面地搜集他的所有的资料，在雪字第一次出现机器杀人案的那几天，李阳是在国外的，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。关于家庭背景方面，我也查了一下，虽然富有，但是不代表他幸福。他的父亲在国外有几个固定的情人，他在高中的时候就被送去寄宿学校了。我认为不是他。为什么？我的女神探。尹子琪说的有道理。如果令一阳就是那个他，那他在吻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发现了。多么奇异的结论！从一个吻就能分辨出不同人吗？除非李一阳有很严重的口气，否则只要改变接吻的方式，我想尹子琪就会难以分辨。可我还是觉得 ，OK， 我们证明一下。没事，那个你忙你们的，可以当我不在。这又是你从哪本书上学的？不需要，我只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恶徒就行了。可是你还是错了。你每次接吻到最后都会习惯性的从下往上勾一下我的舌头，刚才你也下意识的做了这个动作。OK， 你说服了我。尹子琪和李一阳相恋多年，他们彼此熟悉，可能更胜于你我，但这不能有力的证明李一阳就不是那个他呀。这么说不自相矛盾了吗？你忘了还有一种可能，他有双重人格。抛开厉一阳，我们先把他当成一个身份未明的罪犯来分析。首先，尹自琪在被他吻的时候，把他当成了薄敬言，说明这个人的身材、年龄和薄敬言相似。从性格上来看，他极端自负，即使这起纵火案是他策划的，他也没有表露出明显的标记行为和他个人的变态情感宣泄。他唯一的情感流露，就是将这一切视为一场游戏，和你的游戏。可是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并没有进攻于你，难道他的目的是要战胜你？因为他是鲜花食人魔1号的同党，或者是追随者？不，我已经确认他和透明的关系了。他是透明的精神导师。那这么说，Tommy是听从于他？他极端自负，他不可能与人平起平坐，而他的心理控制术也远远超过了Tommy的三脚猫功夫，所以他的地位只可能超过Tommy。最可能的就是他是类似于精神导师的角色，他并不直接犯案，但Tommy臣服于他，他影响着Tommy的犯罪，他才是鲜花食人魔1号，而Tommy
只能屈居2号。现在看来，他来找我的目的也很清楚了。他征服的欲望已经大过于复仇了，因为我亲手将他的弟子送进了监狱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既然已经清楚他的动机了，就可以采取主动措施。我会尽快回美国一趟，跟Tommy谈谈。也许Tommy才是所有的根结所在。喂，你好，吴队长。好的，我马上告诉薄教授。是不是追踪到离开现场的可疑车辆？有3个收费站查到那辆越野车的踪迹，他最后上了海越高速。海越高速，看来我们的方向没错。5月青蓝果然是要回香港。对他来说，香港绝不可能只是一个落脚地。我相信，那里会是他下一个屠宰场。子越，你去香港，找国际刑警去调查李一阳的别墅。金瑶，准备好你的护照，我们将要去见一见老朋友了。Hey. You look different now. There's a woman's smell on you. I want to meet her. I will tell you who you're looking for if you let me meet her. Okay, Simon. Just kidding. You still don't have a sense of humor. Tommy's nervous. Simon's taking advantage. He'll get him to talk.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不要忘了，你从未征服过。Such a sloppy job. 的确。你见过这种编码方式吗？ He loves number games. He has a lot of them. I can't remember if I've seen this one before. 答案是一组数字，而这些分别是这组数字的平方和、平方差、差的平方、和的平方，而这组数字相对应的英文字母，简单的出来翻译结果就是 Hi, Simon。
What a perfect and simple way of encoding things. 为什么要围绕平方编码？有什么特殊意义？ He always likes the idea of squares because it represents him and me. Simon, that's our way of saying hi to you.1号真的想杀了你？不，他不想杀我。你居然相信Tommy的话？从我们交谈的第一句话开始，他就在说谎。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如果你让我见他，他会告诉你1号的身份。1号是他的精神支柱啊。 他绝不可能出卖，他不过是在诱惑我罢了。他也是在鬼扯的，他从来都没有见过1号的平方密码方式。你说过，1号的地位高于Tommy，他不愿意让自己和Tommy相提并论。他看到1号留下那些信息之后，他的反应并不愉悦。很显然，这是他意料之外的。 他后来说的那番话，如果他不在意这件事情的话，以他狡猾的性格，他会和我谈条件、卖关子、扯谎。尽管他尽力控制住，没有表露出来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，他的情绪波动很大。为什么？ 如果1号想要杀我的话，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唯一可以解释的，他在嫉妒，他在愤怒，他害怕被我给取代。 Seems what Flower Cannibal really wants is to turn you into his new crime partner.
整个别墅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曾被强行占有的迹象。鉴定小组仔细检查过了，除了这个，嫌犯什么都没有给我们留下。有些地方看起来像是商标，就是感觉太奇怪了。 果然是他，一直都是他。是谁啊？恐怖娃娃屋爱好者吗？ Be with me。谁将与谁在一起？在我们处理的其他案件中，他仅仅是在幕后操纵，而这些受害者却是他亲手绑架的。他已经准备好要面对我了。直接面对你。 华晓，年龄25岁，家住在西贡，一个房产公司的售楼小姐。失踪当天正常下班，至今没有回家。室友第3天联络公司后报警。周林甫，男，64岁，家住在港仔，小学语文教师，已退休，出门探望女儿，在路上失踪。 杨宇哲，男，29岁，建筑师，家住在南丫岛，周末外出郊游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还有这个，最诡异的就是这个名字 ，Greco 公司的洋娃娃。3名受害者失踪都是2周前。 3起案件间隔不到2天，但是由于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相同点，又位于不同的管辖区域，所以只能当做单独的失踪案件在调查。诸位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失踪者超过2周，生还几率非常低。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我们只能假定这3名受害者依然还活着。不用了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除了第5个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暗房之外。 另外的4段视频播放到最后都是这样的静止画面，包括我在内，大家都认为这是视频已经播放结束了。难道不是吗？画面虽然是静止的，但进度条还在播放当中。既然你说的对，每段视频的最后25秒，他们是用静止的画面掩盖了加密的影像。25秒的加密影像，这个发现太重要了。 马上去叫技术鉴定人员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破解了。小徐也没有死在火场，就算被他们带走了也好，至少我还有机会把他给救回来。可是，我看到那些受害者他们那么残忍，那么痛苦，我
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血缘在他们手里，他会遭受什么样的折磨？世界上最恐怖的景象，莫过于看也看不清的黑暗。这是他试图要击垮我的手法。简瑶，你不能被打败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又能怎么赢呢？我没有子玉那样专业的技能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控制的情绪，我就是一个普通、脆弱，用你以前的话说，愚蠢的女人。薄金言，你还需要我吗？他拥有最敏锐、最精准的犯罪头脑，在整整的1年里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试着评估我、观察我。他也许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的内心。最后，他找到我的弱点，就是攻击你。作为对我最有效的宣战方式，简瑶，正是因为我需要你，你才会早受到攻击。你会怨恨我吗？薛翠娥不是因为你。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来自地狱里魔鬼，我害怕的是，我不但没有帮到你，反而拖累了你。这会是他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他以为你会让我软弱、胆怯，但事实上，你在我的身边，只会让我自己感觉更强大、更稳定。好攰，喂，小心小心！你做咩要揀呢條路啊？喂，我都唔知喎，第一次行，喺度休息下先。飲啖水先。唉，唔該。魏教授，尸体全部找到了，分别被丢弃在本港4处的山林和郊区。同时，鉴定人员还发现，1号还在他们身上拿走了纪念品。谢谢。女性死者被拿走的是背部1整块皮肤，老人被拿走的部位比较隐秘，是他头上的一缕银发。鉴定人员对他的发囊比较之后，得出了这个结论：男性死者被拿走的是活生生被挖走的一颗心脏。洋娃娃和男性死者在一起被砍掉了双手。我们已经询问过3位死者的亲人和朋友，他们彼此都不认识。初步可以判定，1号是在随机选择作案对象。另外，女死者除了是售楼小姐，还在一所夜校上学。
男死者不仅是建筑师，还是一名作家，得过几个大奖。罗教授，我认为他的选择也并非是随机的。3个失踪路段的监控录像都显示，嫌疑车辆那几天多次进出停靠。我们可以认为，1号是在观察选择目标，而女性死者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他诱拐。男性死者和老人平时并不会经过失踪路段，也是因为去郊区和探望女儿才临时经过。所以，很有可能一个是有计划的，2个是临时起意。我看这个变态就是故意的花样百出，让我们无从下手。他会不会是想在我们暗示他有多重人格？3个人，有3个排列组合方式。从虐杀程度来看，男人和女人最重；从诱拐的方式来看，女人是有计划的，男人和老人可能是随机的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以往我们遇到的变态杀手，选择的受害者都是同一类型，有明显的连贯的标记行为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们面对3种不同的作案手法，要直接画出罪犯的画像，的确无从下手。那么记住，再复杂的犯罪心理案件，都脱离不了本质。本质上，他始终是一个心理变态者。对于一个心理异常的人来说，虐待折磨时、杀人分尸时，始终会控制不住欲望，泄露自己的真实情感。所以，我们要找的画像因素，一定会隐藏在这个案件里。以他自恋的程度，以他自以为可以驯服我的愚蠢心态的，你认为他会忍不住向我展示什么？女性死者生前曾被反复鞭打，身上几乎找不到完整的地方，没有性侵犯的痕迹。鞭打最直接、最强烈的传递愤怒和憎恨的方式，胜过慢条斯理的割肉，也胜过缓慢折磨的放血过程。所以，他最憎恨的是女人。在幼年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很可能抛弃或是离开了他。剥皮意味着掠夺，掠夺女人美丽的皮相。虽然没有发生性行为，但仍是一种充满性暗示的惩罚措施。考虑到幼儿期他对性的认知尚未形成，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在青少年时期遭受过成年女性的性侵犯。青壮年死者被挖心，这意味着最严重的掠夺，对人格的掠夺。所以很可能他与父亲一块长大，但遭受过心理或生理的虐待，全盘否认了父亲的价值和人格。这个成年男人最可能象征的是父亲。老年死者，死因：空气注射入静脉，引发心梗。身体上没有其他攻击性的伤痕。老人象征是死亡。囚禁的过程中，老人几乎没有遭受到身体的虐待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，与他残暴的本性不符。但他取走了老人的一缕头发，我只能认为，在他的心里，年老濒死这件事情，本身就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折磨，已无需任何的肉体凌虐，
洋娃娃与狗共居一室，朝不保夕，这代表着危机四伏的童年。这个洋娃娃正是他的化身，被割去的双手代表着一种掠夺，最可能指代的是掠夺了孩子的希望。可以按照这个画像去找嫌疑人了。这个食人魔1号，对于心理学的应用十分的得心应手。他肯定受过高级的系统教育。你去美国的中心局查查，看看全美有哪几家高级的心理学院有符合侧写条件的毕业生。好的。子玉，尹子琪已经赶到香港，以李一阳未婚妻的身份正式报警，声称他失踪。你和我都见过李一阳，虽然不能确定他和这个案子有没有联系，但肯定的是，他不是食人魔1号。那他会不会是受害者呢？不管他会不会。一个连环杀人魔杀死一个猎物之后，肯定会寻找另一个猎物。你在干嘛？你叫我？我问你在干嘛？需不需要我做什么？你回房睡觉，睡醒之后穿得漂亮点。为什么？我要保持状态，每一个参数都要调整到最好。根据经验判断，你每次精心打扮以后，都会令我更加愉悦，我的思路也就更加敏捷。好。
景言，景言。 什么事？你在哪儿啊？酒店的管理人员会疯掉的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 这里安静，有利于思考。你不会一整夜都没睡吧？太顺利了。现在的关键是，我所得到的画像，正是他所给我的画像。画像是假的。不啊，画像是真的。是他的误导。 他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变态，但是，他既然敢给我这个画像，就表示笃定了，按照这些条件，我们找不到他，而他已经开始了第2轮的犯罪。而我就输了。 多么精妙的一个犯罪计划！也许爱情放弃会比拥有更近，可是我已经沉迷，一天一天谁偷走生命的痕迹？请你伴我去，谁会伴我去？去到刹那清风里。 今夜星光无力，我在约定之地，等待你终于把梦唤醒。黑暗烟火是你唯一证明，1000万颗心，一心都为你，与你长路共相依。 也许爱情放弃会比拥有更近，可是我想找到你，天天年年你守护生命的踪迹，请你带我去，说好不分离，去到无穷世界里。 今夜星光无力，我站在约定之地，等待你终于把梦唤醒。黑暗烟火是你唯一证明，一生一颗心，一心都为你，与你今生共相依。